I was swinging along, minding my business, when suddenly out of the blue, just like a present from heaven, beautiful, wonderful you, the clouds disappeared and the birds started singing a beautifully wonderful tune, for no other song could be worthy of beautiful, wonderful you. Now who could have thought this could happen? Who would have ever believed?我们从很舒爽凉快的辽国搭卧铺火车来到曼谷，我们两人都有点感冒型肠胃炎，再加上天气变得好热，此刻在东南亚旅行已经20多来天，身体都不太爽利呀。这是要入住很期待的位于中国城的 The Mustang Blue 饭店，等待入住的午后，先在中国城逛逛。就在附近吃个粥，肠胃炎还遇到清粥小菜店，实在太救赎了吧。然后在 Chata 喝咖啡，绿意包围的玻璃屋，这是一家网红咖啡馆，外头是车水马龙的中国城市景。我们在静谧的百年建筑中喝咖啡。我吃了一个烤得酥脆的可颂加冰淇淋，咖啡也好好喝，这也太曼谷了吧。午后我们入住了 Mustang Blue， 这栋由设计师阿兰达·查拉查伦所设计的古老欧式建筑，最初建于1800年代末期，正是太皇拉玛5世积极推动西化的时代。它最初是一家银行，后来也曾做过医院、按摩院。我们来到这里，街边熙熙攘攘，嘟嘟车驰骋的街道，外观看起来好似一栋废墟呀。大着胆子推开双开门，凉快的冷气袭来，触目眼帘的是一匹骏马标本，还有动物骨头与许多书籍古董，简直像是一间博物馆。我们的房间太舒服了，在古老的建筑与家具素材之间，有软床，有浴缸，我们好像是中世纪的贵族。对了，这回曼谷6天会住4间饭店，完全是因为2家太喜欢无法放弃，一家是因为必须住在机场旁，因此才会有难得住这么多饭店的体验之旅。早餐空间更是美得不得了，一个螺旋梯腾空而上，烛台的蜡倾泻而下，变成瀑布。角落还有一只可爱的长颈鹿。这座老城中的秘境，宁静又优雅。The Mustang Blue 的早餐非常好吃，是完美的早午餐。我们好似在古堡中用餐。另一半点的是纯粹的生菜沙拉，超清爽。他说肠胃炎不想吃肉类。我点的是鱼排，复古温润的瓷盘中，鱼排外层酥脆，鱼肉丰润多汁，搭配色彩翠绿的时蔬，超完美。
整整24个小时未走出饭店，大部分时间也都在睡觉。check out 的时间到了，这时候发现 Grab 和 Bolt 轿车真的很方便， Bolt 似乎又便宜一些。我们轿车转移到考山路的 Bencha， 在饭店当中继续睡，我们会在这儿住2晚。奇怪，那个书桌都没有，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有人来泰国读书的了。OK, thank you。饭店是简约的清中式复古风。从阳台可以看到热闹的大街。1楼 lobby 有餐馆，门口就有 Burger King 和星巴克哦，超方便。晚上就在考山路逛逛，突然觉得年轻时很喜欢来考山路，热闹又便宜，还有很多当地旅行社可以买行程。现在年纪渐长，发现似乎不太适合大叔大妈了，这儿有点太吵太热闹。买了些路边摊小吃，还是回饭店用餐吧。这家是很经典的泰式河粉小摊子，相当热门，排队的人潮很多。晚餐就是一份泰式河粉，锅气十足，好吃。还有我最爱的芒果糯米饭。我们2人身体终于好多了，而且有胃口了，这是最值得开心的一件事。体力恢复8、9成之后，我们一早就立刻用 Bolt 轿车前往郊外的完美咖啡馆。第一家叫做 Bubble in the Forest， 有着超浮夸的水上小屋，在孔雀蓝的湖水间，走在木栈板上，怎能不浪漫起来？中央湖水染青 S 型的步道镶嵌着圆形浮台座位，女孩们好似走在伸展台上。还有各种浪漫的荡秋千。这里的餐点都很美，但是价位偏高，味道普通，少少点几样意思意思就好。我对这种高颜值的食物无法抗拒。泰式奶茶上有浮夸的鲜奶油和蛋黄金丝，蛋黄金丝其实是17世纪由葡萄牙传入，完全符合泰国文化中长长久久与财富的象征。另外，蛋糕和炸鸡也还算可以。我们很爱泰式的各种酱料。来到曼谷，必访浮夸系完美咖啡馆哦。从这距离10分钟车程的 After the Rain Coffee and Gallery 则是截然不同的热带雨林风格，精心打造的划船水道，两侧种满高大的棕榈科植物。我一个人划着小船，看似轻松舒适，其实没2下手就酸了。
么彩色的蛋糕。这里餐点价格合理，水果法式吐司还不错。不过在泰国，除了泰奶好喝之外，其他的饮品对我来说都太甜了。这两家咖啡馆真的很美，很好拍，不愧是曼谷浮夸系的咖啡馆呀。椰子水，然后这个是蛋菜，已经不好喝了。太多料的这个 spicy soup。这天一早要换饭店，先来放行李。饭店在 P 耶泰车站旁，在车站喝了曼谷必喝的手标茶。这天我们要去曼谷地标之一仙帕拉港，这里汇集了全球顶级的精品名牌，更有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美食天堂。热闹的美食街将曼谷的街头小吃与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美食完美浓缩在舒适的冷气房里。在东南亚旅行20多天了，这次要对不起曼谷了，实在不想再吃泰国菜了。排了半小时，吃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洪大哥水门海南鸡饭，附赠的鸡汤浓郁香醇，鸡饭相当好吃入味。接着逛了 Gourmet Market， 简直大开眼界，这根本是曼谷的哈洛德百货吧！肉类、海鲜摆放得像高级商品，还有生蚝现捞现吃。挑了5个高等级的山竹，要加300泰铢，相当好吃，但是有点不太过瘾，因为在马来西亚都是整袋抱着吃。甜点时间来到4楼的 Pancha， 号称世界级的泰式奶茶，也是米其林推荐，多层次的浓郁茶香与乳香淋在剉冰上，一汤匙挖起来含入口中，相当惊喜，尤其是那软 Q 的珍珠，绝对是台湾之光的珍珠羊，整盘最好吃的就是它了。装盛在黄铜高脚，生盘实在太美太美。大大加分，不过这碗剉冰将近500泰铢，实在太贵了。
我们这天又换饭店了，入住 Hotel Thomas Bangkok。这是一间位于泰国曼谷市中心的精品精致饭店，交通非常便利，就在皮耶泰车站旁，是 BTS 空铁与机场快线的交汇站。饭店的设计是欧洲复古风情，非常具有古典风格。我们的房间有独立式猫脚浴缸，搭配窗外的自然光，住宿体验相当放松有质感。晚上来到四面佛，先在附近吃拉面。我们这回的曼谷都没有吃泰菜，那是因为我们在东南亚旅行将近1个月，不想吃东南亚料理了，所以是很不经典的曼谷之旅。这家面屋一登是东京来的店，但是在曼谷的分店实在非常的不像日本拉面。
这天的行程，我们来到石龙军路。这条路建于1861年，是曼谷第一条铺设柏油的现代化马路，沿途保留了许多中西合璧的百年历史建筑。我们吃了星记烧鸭。烤得微酥焦脆的外皮，软嫩多汁的鸭肉，我们最爱 Q 弹的鸡蛋面，再淋上那特制深色甜酱汁，最是经典。这庶民美食是老曼谷百年的日常烟火气。再逛了由2战旧仓库改建的 Warehouse 30，这次逛逛很有意思。散步了一会儿，天气实在太热了。转个角，我们看到了渡轮，就决定由河去 Icon 暹罗天地去逛逛街吧。哇，东方文华，我们是不是有去过那里下午茶？虽然我对 mall 和人工景点比较不感兴趣，但一来到暹罗天地，还是惊叹于整体的规划和创意。地下美食街简直是将户外市集与水上市场整个搬进屋中，大家吹着冷气逛市集，一摊吃过一摊。也许在总是35度高温的热带国家，就是要这样找乐子吧。我们在顶楼吹着湄南河风，吃了香港米其林1星的干排烧鹅。点了2道菜，还有一份脆皮南仔饭，外皮极度酥脆，肉质又软嫩多汁，咬下时咔吱一声，又不油腻，真的美味呀！
还有牛排。晚上叫车前往曼谷阿马瑞廊曼机场酒店，隔天方便我们一早搭乘 AirAsia 回台湾了。它没有坏。下面有个开关啊。晚上9点的